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7月26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来梳理一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现在已经走到就是冷战的边缘。简单一点讲，不是要冷战的边缘，就是说冷战的宣言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蓬佩奥7月23号在美国加州尼克松图书馆发表的这个演讲，实际上就是正式的冷战宣言。那么宣言过后，就是中美之间就开战了。那么这个开战之前孕育了这么多年，中美关系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我们要看美国，尤其是川普总统，他是怎么样去收紧拳头，逐步的对中共开始打出他的这一套组合拳的。所以说呢，我想呢，今天来跟大家回顾一下中美之间呢，川普总统就任以后这几年，中美关系从过去的热恋，从过去一直保持到非常好的这个中美之间的关系。美国的政客从美国前几任总统，他们不断的跟中共的勾兑，一直到民主党最后这个交给川普总统的这一任奥巴马，他们跟中共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融洽的。可以讲，美国民主党的高层，无论是克林顿、希拉里、拜登还是奥巴马，跟中共的关系都非常好，他们的家族跟中共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说呢，为了维护他们之间家族的关系，最终他们就牺牲了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那么等到川普总统接任以后，川普一看中美之间的关系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因为川普把账本子一翻，每年给中国拿走几千亿贸易顺差，光这个钱川普就心疼啊！大家都说川普是商人，他是最注重利益的，那么就简单了。川普既然是商人，商人当了总统，他就要给国家算账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么大的国家，跟中共每年做生意，每年给人家白赚好几千亿美金，那川普不干。所以说川普呢，他一定要把这个损失把它夺回来。一开始川普的想法呢，还真的只是跟中共有这么一个贸易战，川普要追求一个贸易公平，要把双方之间的这个贸易的逆差顺差呢，川普讲呢要把它降到0，就是美国不愿意每年给中共拿走对美国来讲损失的贸易顺差几千亿美金，川普要做到贸易基本平衡。同时呢，川普绝对不允许中国呢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强制美国技术转让，而且提供了政府补贴以后，中国的那些拿到政府补贴的这些企业呢，他们可以在世界在国际市场上面呢跟美国呢采取呢不正当的竞争。这是川普一开始他自己最初的初衷。所以说川普大家都看到他是2017年接任美国总统的，他接任美国总统没有几个月，他优先就要解决跟中共的关系。所以说一开始川普跟习近平是希望能够多发展他和习近平个人之间的友谊的。川普那时候刚刚接任嘛，对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对美国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种利益都非常影响大的这么一个国家，川普显然他要跟习近平一开始有这么一个试探。所以说呢，川普一开始呢跟习近平呢是很友好的交朋友，这个朋友关系可以讲一直持续到今年。川普到今年在美国已经疫情到来之前，在中国已经爆发了严重的武汉疫情的时候，川普都继续发推文说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啊，是他的 good friend 啊。也就是川普到了今年，川普的仍然认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的。那么这个朋友关系呢，从川普一接任，习近平首次访美呢，就开始了他们之间的这个朋友交情。习近平和彭丽媛是2017年在川普就任仅仅是几个月2-3个月之后，就到了美国，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到海湖庄园呢进行了访问。那一次呢，习近平跟川普呢又许了很多愿，因为曾经呢在2015年，习近平也是到访海湖庄园，跟奥巴马夸下了3个海口，这3个海口他最终1个都没有兑现。那么到了川普这边来的话，他再次访问海湖庄园，跟川普2人进行交谈的时候，他同样给川普呢又画下了一个大饼，也就是说，关于我们之间这个贸易问题，我们呢追求呢贸易平衡，我们以后呢不会再发生那么大的这个贸易顺差、贸易逆差了。中国呢也不追求跟你们之间的贸易逆差，我们呢会扩大一部分跟你们的购买。这是习近平呢跟川普呢他画下了一个大饼。他知道川普那时候比较追求利益，最注重呢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那么川普听到习近平讲的话，川普心里面肯定很高兴啊，觉得通过跟习近平的初次接触能够解决中美贸易的问题。那川普这时候刚刚接任，他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处理。那么中国的问题，他优先考虑的就是中美贸易问题。川普上任还没满100天就会晤大陆国家级元首，备受瞩目。两人一见面，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川普在习近平踏出坐车之前就往前一步，两人同时伸出手握手。彭丽媛则从另一边绕到川普前面，川普亲切地当主人，不停欢迎两人。寒暄完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门口拍照。
We've had a long discussion already, and so far I have gotten nothing, absolutely nothing. But we have developed a friendship, I can see that, and I think long term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very great relationship, and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it. 而川普他在专机上简单接受记者提问。We have been treated unfairly and have made terrible deals, trade deals with China for many, many years. So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因此，这是最初。那么，随着习近平访问海湖庄园，习近平就邀请川普呢，你正式访华，川普也就答应了习近平提出的访华要求。就在当年2017年的10月份，还不要11月份，我记不是很准啊，反正我记得是那年秋天，也就是当时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北京就接待了川普和川普的第一夫人梅拉利亚。迎接他们夫妇呢，习近平把场面呢，把谱摆得很大，直接把接待仪式都放到太庙，放到故宫里面去。这是习近平呢，为了呢，在川普面前摆谱，让川普看看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我习近平统治的世界上人口最大的国家，我们国家曾经出了多少代皇帝，我们曾经威震四海，可以讲一直是四海来朝的。在过去，中国就是天朝，所有的天朝的天子就是在这个太庙，在这个故宫里面的。今天我也是全世界的中心，我也是以天朝天子的身份来接待你川普。这是习近平呢要告诉川普的一个潜意识的语言，也就是习近平呢很膨胀啊。那时候中国的 GDP 是全球第2啊，而且呢14亿人民啊，你要知道。为什么世界上很多这些政治家，他们不敢随随便便就跟中国去打什么贸易战啊，什么政治上对抗啊，他们不敢随随便便就说得罪中国，因为什么？他们一听到14亿人，他们头就大了。因为很多欧洲国家可以讲，你们这个整个欧洲拼起来才抵得14亿的%多少，因此所有人都想，怪跟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民去作对，你肯定赢不了啊！人家这个多大的实力啊！实际上，所有这些政治家，只要你稍微弄清楚中国的关系，你就知道，这是中国共产党绑架了14亿人民啊！14亿人民什么时候有过自己自由的权利啊？什么时候这14亿人民他们愿意自动归附共产党？他们是在刺刀、在坦克车、在机关枪底下，他们敢不服从这个共产党的体制吗？不服从就杀头嘛！所以说，中共是绑架了14亿人民，然后中共就自动代表14亿人民向全世界去把14亿人民作为他自己跟别人谈判的一个砝码。所有人只要稍微动点脑筋，就一想，14亿人多大的市场啊！只要跟中共搞好关系，那么我这个产品进到这个中国，14亿人一人买我一件的话，我就发了。所以说，全球的资本家，全球所有的这些西方领袖，没有几个人敢随便得罪中共。那么，川普同样是这个心理啊，他看到中国这么大的市场，这么多的人口，习近平在中国又那么耀武扬威，而且美国跟中国已经好了快40年。这40年已经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种基础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已经渗透到各个领域啊，积重难返啊。所以，川普一开始不想跟习近平谈那么多，你共产党好也好，你共产党不好也好，你14亿人民拥护你也好，你14亿人民敢怒不敢言也好，我现在要跟你中共解决的就是我们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所以说，川普访华，尽管呢习近平呢隆重的接待，但是川普呢他优先要解决的是贸易问题，是贸易不平衡问题。那么习近平也一再夸下海口，到了2017年底，整个把2017年中美之间这个贸易额把它一统计出来以后，川普就气疯了。因为什么？习近平尽管跟川普夸下海口，一定缩减我们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也就是说，美国不可能再有那么高的这个贸易逆差。结果川普把账本子一看，不但没减，反而加了一点，也就是比川普接任之前，比奥巴马的上一年度，整个美国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形势、贸易这个逆差在继续扩大，根本没有减少。这样你叫川普，他第一年他跟习近平谈好的，他希望下降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这句话怎么去成立呢？所以说川普一恼火，川普在2018年就开始正式拉开对中国就是贸易制裁、中美贸易战的序幕。整个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川普第一次对中国加征什么？加征太阳能电池啊、洗衣机啊、铝板啊、钢板啊，从加征这部分这个产品的关税，从这就正式开始打起贸易战了。也就是中国突然收到美国现在提高中国关税的这么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就要求所有将来再出口美国的这些中国本来可以赚取比较高额利润的这一部分产品，比方说太阳能电池啊、洗衣机啊、钢板啊、铝板啊这一部分，也就是说有高额关税了。
这样中国就不服气了。习近平讲，你川普不够朋友，这样你不就是对我有贸易打击吗？你为什么呢？所以说这就开始了中美之间对等的这个贸易报复。那么中国也相应的提高了一部分美国进入中国的，尤其是农产品，那么鸡肉啊、牛肉啊、大豆啊这部分产品的一部分的农产品关税，作为呢报复。那么一报复以后，中美之间就开始贸易战，然后贸易战一打呢，大家就说要谈。那么谈呢，川普是愿意的，川普是一个商人，川普更是一个西方领导人，而西方国家的领袖往往是愿意通过谈判，大家通过合约，大家用协议的方法，用契约的方式来解决双方之间的矛盾。因此呢，在2018年5月份，美国就首次派出他的代表团，也就是以莱特希泽、卢姆钦为首的美国的中美贸易代表团，他们就到达了北京，跟中共开始了谈判。但这一轮谈判毫无疑问来讲是双方试水，可以讲叫不欢而散，基本上什么东西也没谈出来。但是呢，大家呢都试了一下对方的这个水温，这就是莱特希泽第一次到北京来谈判。那么谈判过后几个月没有任何进展，川普呢就在9月份就宣布要对中国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的商品呢加征10%的关税。这就是川普没有这个心思，天天跟你们谈也谈不出什么花头。现在呢，我该加关税就加关税，如果我不加关税呢，这个贸易不平衡呢，美国还会吃亏。所以说，美国呢就在当年9月份就对2000亿的中国进口商品呢加了10%的关税。川普靠这个10%关税，一下子给美国收进了几百亿的税收。这是川普呢，他坚决要求这么去做，而且川普就威胁要在今年年底之前，还会有更多的对中国加征产品关税的措施出台。那么川普讲这个话以后，尤其是川普这次加税以后，习近平就着急了，因为如果这时候中美谈判没有进入到一个很好的阶段，就意味着川普在年底之前大棒又继续挥下来了。再挥下来以后，中国本来一直跟美国每年都挣到的那个贸易顺差，每年搞的那几千亿美金，基本上就给川普当做关税就给他拿回去了。所以习近平有点着急了。这样呢，习近平就跟川普约定了，当年12月份在阿根廷的 G20 峰会，也就是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那次举办的国际 G20 峰会上面，那么中国和美国将会举行一个双方国家首脑的这么一个会晤，也就是大家双方首脑亲自来谈中美贸易的问题。那么川普也欣然答应，因此在2018年12月1号，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在开完 G20 峰会之后，那么那一天，习近平和川普两人呢，就中美之间贸易谈判呢，展开了一个双边首脑会谈。当然了，双方的幕僚全部参与的。习近平在那一次跟川普的这个会谈中呢，他一个人就讲了45分钟，也就是这45分钟里面，他反复回顾了中美之间的友谊。习近平就把当时中美之间关系的渊源，把中美关系的重要，以及我们现在怎么样去展开贸易平衡，习近平一个人讲了45分钟。他讲来讲去的核心就是让川普晚一点加税，让川普呢再给他点时间。那么川普那一次听习近平讲了45分钟以后呢，川普呢心有点软了，川普当时就决定给习近平一个缓刑期，这个缓刑期就是3个月，就说本来决定要跟你加征的这个关税呢，现在我们推迟3个月，推迟到第2年，也就是2019年3月1号。如果说是中美之间能达成贸易协议，那么我们这些关税就不加了；达不成协议，那我们到3月1号，原来我定下来的所有加的关税到3月1号启动。这是当时习近平他阿根廷峰会里面获得的最大成果。但是就在他们开会的同一天，中国华为的公主、华为的 CFO、华为的这个财务总监孟晚舟就在那天被美国要求加拿大把他引渡抓捕了。也就是孟晚舟抓捕，实际上就标志着中美之间关系走向恶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习近平神志不知，还在这个 G20 峰会上面跟川普这个首脑见面时候，还在那个要求川普怎么回顾中美之间关系，怎么加强我们之间的友谊。这边美国人嘴巴上跟你讲，给你3个月的缓刑期，这边就先把孟晚舟就给抓了。这个习近平等他把阿根廷峰会开完，回头就知道孟晚舟被抓了，他就知道对华为的动手，实际上就是开始一剑刺中了中共的心脏。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讲习近平讲里外不是滋味。等到习近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回到中国去之后，中美之间在这3个月里面，他们之间也反复做了一些交谈，无论是莱特希泽也好，刘鹤也好，双方是华盛顿、北京这样来回飞，谈了好几个回合，一样也没谈起来。那么没谈起来以后，根本没有达到川普的预期，因此进入到2019年，那么整个贸易战就完全升级了。也就是到了贸易战到了3月份，川普约定要加关税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呢，中美这个时候呢，他们的贸易谈判呢，按照莱特希泽向川普汇报呢，就是谈得不错，已经谈得七七八八了，是不是呢？就是马上就能签了。那么川普一看协议已经谈得差不多了，包括中美之间川普关心的各种重大问题，
基本上协议的问题都已经全部落实了。刘鹤当时代表中方所谈判的所有内容也完全跟美国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可以讲整个协议已经进入到90%的阶段了。那么这时候川普就想，干脆把协议签了吧，协议只要签了，那么有些关税不加就不加了，不一定惩罚他了，只要这个协议签了，中美大家都按照协议来执行。所以说呢，这个协议呢，当时呢就等待他马上把它签署，因为已经谈到90%了嘛。结果呢，到2019年的5月份，5月份就是5月3号这一天，中共呢突然呢给华盛顿、给白宫呢发去一个电传，这个电传呢就是对中美之间谈判一共150页的这个贸易谈判的这个草案啊，基本上可以做了95%的否定，也就是莱特希泽和刘鹤谈了那么长时间，他们协议里面所有的内容95%都否定掉了，也就是中共他就把这个电传发到人家华盛顿去了。川普看到中共毁约，看到已经马上就快谈好了，结果你把95%的这个合约都推翻了，说是重谈，你不是耍人家川普吗？川普二话没说，马上就宣布把中国2000亿美元中国的商品的关税从10%马上就给它提高到25%，就川普马上就恼火了嘛。所以说，川普这次加税，习近平就感觉到措手不及，因为习近平本来在中美贸易谈判过程中，可以讲刘鹤每次谈判重大的问题都肯定是请示他习近平。习近平一直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嘛，所以说呢，习近平本来都是同意的，但是在讨论这个草案能不能跟美国人签的时候，政治局7个常委里面，大家意见是分歧很大，因为相当的几个政治局常委，比方说汪洋啊、王沪宁啊、韩正啊，他们几个人都认为这不就是丧权辱国吗？这跟大清当年签的什么辛丑条约、马关条约有什么区别呢？这不就是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吗？所以说呢，这几个政治局常委他们疑义很大。本来一直支持习近平，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力挺习近平的栗战书这时候也沉默不语，因为栗战书也不愿意背上这个卖国贼的这个帽子啊。而这个里面最主要的、最不同意这个协议的是总理李克强，因为李克强完全认为这个协议跟当年李鸿章签的那个所谓丧权辱国的协议有什么区别啊？只比人家李鸿章把国多卖了多少次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一看，绝大部分的政治局常委都不同意啊。因此，习近平他就不再坚持，然后他就个人做出了否定，而且他就说，如果有什么政治责任，他一个人扛。他做出这个决定以后，所以刘鹤就发了电文给了华盛顿，给了莱特希泽，告诉他那150多页的我们那个草案，我们95%都报废了。他这样一讲，川普马上就把关税加上。川普加上关税，实际上习近平也没什么预案，但是习近平就认为下个月就是大阪峰会啊，大阪峰会我可以跟川普再次见面啊，所以说大阪峰会，习近平就跟川普再次见面。再次见面，习近平是希望川普能够取消对中国惩罚性关税的这个做法，但是川普这一次不会对你习近平再那么客气了。所以说大阪峰会谈归谈，到了8月份，川普又再次宣布对中国进口美国的3000亿的中国的进口商品再加这么10%的关税。这个关税加上以后，中美之间关系现在已经完全从贸易方面来讲走向恶化了。而且这个贸易谈判呢，川普呢对他过去的那个信心满满呢，现在已经可以讲叫信心损失了一大半。因此呢，川普一边加关税，一边打击着中国，一边同时开始组合拳了。不光是加关税了，到了2019年10月份，美国商务部就把中国28家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这个实体清单就是限制美国任何人把他们的商品和技术出售给中国列在实体清单上面的这28家公司，原因就是他们侵犯西藏、新疆，包括香港人民的人权，也就是他们侵犯了人权，所以这28家公司被美国商务部列为实体清单。这是在2019年，也就是2019年，整个贸易战最终以中国被美国加征了大量的关税，中国有28家企业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华为和中兴受到美国更进一步的打击而结束了。这就是2019年。到了这时候，川普对中共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进入到今年2020年的时候，当时刘鹤和莱特希泽已经约定，说是这个贸易协议马上就可以签了，已经全部搞好了。因此呢，川普呢很高兴，他觉得这个协议如果现在签，马上大量的农产品能卖给中共，他呢就可以在今年呢获得美国农民对他的支持。今年呢，2020年呢是川普的大选年，毫无疑问来讲，川普呢还不希望这个协议呢不能够签，希望这个协议很快能签，能够达到一个完好的协议。哪怕中共你执行的不是很好，但是你先买掉一部分农产品呢，可以对美国的这个农民呢，对他们呢产生一个鼓舞，然后这些人呢自然会感谢川普，给川普呢获得竞选
连任里面带来很多的支持的选票。所以说，在2020年今年1月15号，川普就在白宫安排了一个盛大的签约仪式。这次签约仪式呢，川普很重视，包括美国农业州里面的一些议员、州长，他都请到了现场，请了200多人，然后在白宫跟刘鹤签署中美贸易第1阶段协议。川普呢亲自出席。就在这个刘鹤到达华盛顿来签协议的前一天，刘鹤呢突然呢去跟莱特希泽讲，他说：“哎，莱特希泽，他说我们这个整个协议啊全部搞好了，没有什么异议，但是我们要加上一条，这一条呢就是说，如果碰到不可抗力呢，我们双方呢都没有办法来执行，就是要加上一条，如果碰到不可抗力，双方呢都可以呢就有免责的责任。”莱特希泽一听他讲这个话呢，莱特希泽当时呢并不认为他提出的这个要求呢有什么不合理，因为不可抗力免责在西方社会是一个通行的规则，所以莱特希泽当时呢就看了一眼龙母亲，龙母亲就说呢应该是可以的，这个呢不可抗力呢免责呢在西方社会呢基本上是通行的规则，大家都能够理解，他们就说这个要向总统汇报一下，所以他们两人就去了椭圆形办公室，向川普呢做了汇报。川普一听可以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川普是商人，川普一生签过无数的大小合约，川普现在听说合约里面要加上一条不可抗力，川普觉得很能理解，因为在美国，在他自己过去签订的协议里面，包括我们在美国，我们跟保险公司签订各种保险条款里面都有一个不可抗力可以免责的，所以说川普马上就同意了。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刘鹤是精心布置了这个陷阱，也就是不可抗力，美国认为很合理，但实际上中共早就准备好了武汉疫情的这个不可抗力，也就是1月15号这边把协议签掉，很快不到1个礼拜，不可抗力就来了，也就是武汉在1月23号就已经宣布封城，武汉已经出现了一个感染性非常严重的武汉肺炎，也就是新冠疫情。这个新冠疫情的爆发一下子就完全打乱了美国和中国之间本来过去贸易谈判也好，中美关系也好，它所有的阵脚，因为川普就没想到这边协议刚刚签完，你们那边不可抗力就来了，那么第1阶段协议你们还会不会执行呢？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中美关系在整个今年2020年就产生了质的变化。所谓质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川普已经认识到习近平的这个朋友就是农夫与蛇的朋友，就是东姑先生与狼的朋友，因为跟中共刚刚签订了所谓贸易协议，而且中国马上就爆发了武汉这个新冠疫情，在爆发新冠疫情之初，川普仅仅是做出了撤侨的决定。当时呢，川普呢还发表过一个推文，认为呢习近平有能力率领他的团队呢能够攻克和控制好这个武汉疫情，并且呢他那时候仍然称习近平为他的朋友。这时候因为刚刚签订了贸易协议，他对中国呢还有很多期待。中国武汉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这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川普呢他跟习近平要求呢就是美国优先的把外交官和美国在武汉的侨民全部撤掉，习近平马上一口就答应了。川普觉得习近平给了他很大的面子，所以这时候呢他还夸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不是朋友啊，这是东姑先生和狼啊，这是那个被冻僵的毒蛇，你救了他以后他咬了你一口啊。因为这个疫情很快就从中国扩散到欧洲，从欧洲扩散到美国，美国已经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受害国家，美国无论是它感染的人数还是死亡的人数，现在都是全球第一，而且美国的经济股市上遭到了4次垄断，大规模的失业，几千万人的下岗，这就给川普他整个今年带来了非常非常复杂的局势。他就知道中共对美国这个是有布置的，是有预谋的。中共这个扩散疫情，它实际上就是一种生化武器战。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川普对中国整个的态度，美国对中国整个打击的态度，完全产生了质的变化。这个质的变化就是再也不像过去美国把中国还定位为中国跟美国是互相竞争的对手，就是大家可以在一个领域里面互相竞争。现在不是竞争对手，现在是敌人，是你死我活。所以说到今年，美国对中国出台的各种打击措施就一步接一步的跟进，一步比一步力道大。你看呢，我们简单列举一下，简单回顾一下今年美国对中国打击，它这个步骤是一步一步逐步升级的。从3月份开始起，美国政府就首先宣布对中共5家官媒，也就是央视啊、新华网啊、中国日报，就是中共在美国派驻的5家官媒，对他们实行呢这个记者的签证配额，把他们宣布为中共的代理组织，就不认可他们是新闻单位，他们就是中共外交部门派出的中共的代言人，他们这个根本不是媒体，他们是间谍组织，是中共的喉舌组织，导致了当时持有中国新闻签证的人有60个人立即被驱逐。这是今年在3月份。
然后到了5月份，美国商务部又要求美国以外的任何厂商，你只要使用了美国的软件硬件，你就不能对华为提供任何服务。你给华为提供服务，如果没有得到美国商务部的许可的话，你就违反了美国的法律，你会受到美国的制裁。这是对华为的专项打击。到了今年7月份，美国正式宣布退出了 WHO， 就是退出了世卫组织。然后美国在今年的7月9号就正式对中国新疆侵犯人权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个党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全国、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新疆公安厅厅长叫王明山、新疆公安厅前党委书记霍留军这4个人进行个人制裁。这就是说，制裁到中共的高级官员了，官员的级别已经达到了政治局委员。你认为这个美国制裁力度还不够大吗？到了7月14号，川普总统又正式签署了香港自治法和全面取消给香港的所有优惠贸易待遇，取消香港的金融优惠地位，取消香港它有别于中国大陆一国两制的任何这个城市所取得的美国的各种优惠待遇，也就是视同于香港为中国的一个普通城市。这样的话，也就是美国全面的对中共实施打击。而这个打击的步骤最大的这个外交升级，就是在7月22号，美国直接命令休斯顿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在72个小时之内必须闭馆，所有这个里面的领事人员在72小时之内遣返中国。同时抓捕了大量的中共共军的军官，他们在美国用签证欺诈的方式混进美国。其中一个叫唐娟的，他本人都因为 FBI 对他调查以后，他躲进了旧金山总领事馆。那么最终，唐娟被旧金山总领事馆把他交给了 FBI。FBI 现在把唐娟关押在加州首府的萨克拉门托的联邦女子监狱里面，也就是唐娟，她到礼拜一还要继续接受加州法庭对她的审判。那么也就是随着大量共军军官的落网，现在美国开始由过去的 FBI 进行调查，达到了 FBI 和美国当地联邦检察官对这些间谍进行起诉收网的状态。目前来讲，可以讲每个礼拜都会有中共的间谍落网。同时，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蓬佩奥在7月23号在加州的尼克松图书馆发表了他对中共的一个冷战宣言。这个冷战宣言里面，蓬佩奥明确就说，要么自由世界改变中共，要么中共改变我们自由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必须要铲除中共以后，自由世界要改变掉中共以后，改变掉中国的政治体制以后，世界才会进入和平和安宁。并且蓬佩奥号召中国人民，你们要勇敢地团结起来，推翻你们这个残暴的这个专制的政府。可以讲，蓬佩奥是苦口婆心啊，就告诉中国人民，你们已经睡了5000年了。罗大佑说过啊，让海风吹拂了5000年了，每一滴泪珠都仿佛说出你的尊严啊！有什么尊严啊？中国人，你有什么尊严啊？5000年啊，你该醒一醒了。可以讲，蓬佩奥就希望每一个中国人，你都活得你有尊严的生活，所以说你该醒一醒了。这个睡了5000年没有睡醒的这头睡狮，被共产党死死地挡在自由世界之外，你们该醒醒了。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现在已经到了天时地利人和完全具备的时候，美国现在已经出钱狠狠地打击中共，中国人民这时候该醒醒了，睡了5000年了，你该醒了。而你一直被自由世界排斥在外啊！过去自由世界是不管你们，你们被共产党压榨，你们被共产党砍伐，你们被共产党盘剥了以后，整整70年，你们这个韭菜被割了一茬又一茬，割到你们现在，你们都割出快乐来了。那么到这时候，自由世界现在在拉你们，在救你们，希望你们这头睡狮不要再睡了，要醒一醒。那么在美国和他的盟国，在自由世界大家一起的努力下，在中国人民自己的觉醒下，共产党要不了几天，可以讲在这一届美国内阁的积极推动下，在我们大家的努力下，共产党的灭亡就在眼前。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做到这里，谢谢大家。